想象一下，你站在海边，脚下的沙子被浪花轻轻冲刷，海风带着咸味拂过脸庞，远处海天一色，深蓝的像一块无瑕的宝石。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，这片浩瀚的海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？我们抬头仰望星空，梦想着登上月球，可你知道吗？人类登上月球的英雄有12位，个个被载入史册，但深入地球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的勇士却只有可怜的4个人。这不是什么科幻电影的噱头，而是铁一般的事实。登天难，入海更难。这海沟深得让人腿软，暗得让人心慌，危险的让人汗毛直立。今天我要带你潜入这地球上最神秘、最恐怖的11034米深渊，揭开马里亚纳海沟那令人心跳加速的神秘面纱。系好你的潜水服，跟我一起下潜，探秘这深海里的奇幻世界，保证让你看得目瞪口呆，热血沸腾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先来认识一下这位深海巨兽马里亚纳海沟。它藏在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附近，像一道巨大的 V 字形伤疤，狠狠撕裂了地球的皮肤。这海沟可不是小打小闹，最浅处就有6000米深，最深处更是达到11034米。啥概念？把地球最高峰珠穆朗玛峰8849米的世界屋脊整个塞进这海沟里，峰顶还得淹在水下2公里多。这深度简直能让人吓得魂飞魄散，更别提那里的水压，堪称地狱级别，1000个大气压能把钢铁捏成纸团，把骨头碾成粉末。你还记得2023年6月的那场悲剧吗？美国泰坦号潜水器载着5位冒险者想去探访泰坦尼克号的残骸，结果在3000多米深处1小时45分钟后失联。最终他们连人带艇估计被那无情的水压压得粉身碎骨。这不是电影桥段，而是大海对人类的残酷警告。马里亚纳海沟的黑暗吞噬了一切光亮，连希望的微光都不放过。这里绝对是地球上最接近地狱的地方之一。可就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渊里，生命却像不服输的斗士，顽强地绽放着光芒。按我们的常理，这么深的地方，水压能压扁一切，氧气稀薄，光线全无，应该是生命的禁区。可大自然偏偏爱跟我们开玩笑。自从1875年人类发现这海沟以来，它就像一个藏着无数秘密的宝箱，慢慢被科学家们撬开。结果呢？这里不仅有生命，还热闹得像个深海狂欢派对。从微小的细菌到奇形怪状的鱼类，甚至可能藏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史前怪兽。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？别急，跟着我一起下潜，我们从海面到海底，一层一层揭开这神秘世界的面纱，看看那些在黑暗中闪耀的生命奇迹。我们先从浅海开始，3米深，这是我们平时游泳的地盘。阳光洒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舒服得像泡在自家浴缸里。你是不是也曾在这样的水里，闭着眼睛感受过那种轻飘飘的自由？再下潜到5.5米，奥运会跳水池的深度，专业选手在这儿翻腾跳跃，优雅得像水中的芭蕾舞者，引得观众一阵阵惊叹。到了10米，潜水者开始有点醉了，不是喝了2两白酒，而是淡醉。氧气瓶里的压缩氮气让人感觉像抿了一口鸡尾酒，头晕乎乎，飘飘然，像是海底开了个派对。
继续下到20米到30米，哇，这里是珊瑚礁的乐园。五颜六色的珊瑚像海底的热带雨林，红的、黄的、紫的，争奇斗艳，鱼儿在其中穿梭，简直是大自然的调色盘。看着这些，你是不是也想跳进水里，和这些小鱼儿来个亲密接触？再往下60米，来到迪拜的深潜泳池。这可不是普通泳池，1500平方米，装了1400万升淡水，建了个水下城市。废弃的拱廊、图书馆、公寓一应俱全，你还能在这儿拍水下婚纱照，穿着婚纱在水底摆 pose， 浪漫到炸。更夸张的是，这泳池还有水下象棋、台球，桌上足球，玩得不亦乐乎。56个摄像头和高压舱随时待命，安全措施拉满，哪怕你不小心呛口水，也有专业团队秒速救援。是不是觉得这地方简直是水下版的迪士尼乐园？继续下潜到70米，迎接我们的是海洋巨无霸鲸鲨。这家伙是世界上最大的鱼，体长可达20米，背上满是棋盘一样的淡色斑点，皮肤厚达10厘米，硬得像橡胶盔甲，捕食者想咬它门都没有。别看它体型吓人，它可是温柔的吃素大暖男，主食是浮游生物和小鱼，慢悠悠的游，像个移动的海洋堡垒。往下到93米，英国游轮卢西塔尼亚号的残骸就躺在这儿。这艘240米长的巨轮，沉没的深度比它船身还浅，像是大海给它盖了个薄被子。如果它能站立，船头都能伸出水面，向过往的船只挥手致敬。到了100米，人类潜水的极限来了。你听说过极限潜水吗？2023年7月，法国小伙阿诺·杰拉德在巴哈马，啥装备都不带，没氧气瓶，没蛙鞋，没泳镜，赤手空拳潜到122米，1分45秒下潜，1分49秒返回，总共3分34秒，打破世界纪录。这哥们才27岁，已经8次刷新纪录，每次都比前一次多潜1米，简直是人形潜艇。想想看，他在水下屏住呼吸，挑战极限，那种心跳加速的瞬间，你是不是也替他捏把汗？再下到130米，泰国一对新人居然在这儿办了水下婚礼。新郎新娘穿着礼服，和神父一起潜到这深度，交换戒指，在鱼群的见证下许下终生誓言。这场景浪漫的能让人泪目。试想一下，在深海里完成人生大事，周围是无尽的蓝色，这样的婚礼绝对是永生难忘的回忆。到200米，我们正式进入深海区，光线暗的连光合作用都玩不下去，绿色植物几乎绝迹。但这儿有海龙王黄带鱼，凶猛的像深海里的暴君，体长通常3米，最长可达15米。这家伙性情火爆，连同类都敢吃，简直是海底的黑帮老大。下到330米，巴黎铁塔的高度。332米，埃及潜水员阿梅德·加布尔2014年的世界纪录就在这。他带着氧气瓶和全套装备，挑战332.35米深度。本来目标是350米，可到332米时，身体开始失去知觉，大脑出现幻觉，只能放弃。这深度，水压相当于几百个成年人压在身上，换你试试，估计早就吓得魂飞魄散。他靠着一根绳子，12分钟下潜，回来却花了15小时。为啥？因为快速上浮会得减压病，体内气体膨胀，压迫神经，重则瘫痪，吓人不？到500米，蓝鲨出场。这可是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，
33米长，180吨重。刚出生的蓝鲸宝宝都比成年大象重。它们头7个月每天喝400升母乳，增重90公斤，堪称喝奶冠军。508米，台北101的高度。600米，透明的管眼鱼登场，管状眼睛能360度转，专为黑暗环境设计，活像深海的夜视蚁。830米，迪拜哈利法塔的高度。850米，帝王蟹的地盘，肉质鲜美，远离污染，难怪是餐桌上的虫。900米，大王乌贼来了。13米长，275公斤，10条触手，每条10米，吸盘密布，眼睛跟篮球一样大。加勒比海盗里的巨型乌贼，灵感80%来自它。它的天敌抹香鲸也在附近，18米长，50吨重，能潜到2200米。靠声呐抓乌贼，还会排出龙涎香，高级香料兼名贵中药，其实就是消化不了乌贼会的便便。1000米，半身海带，彻底黑到家了。暗康鱼在这晃悠，头顶个发光灯笼，诱捕猎物，活像恐怖片主角。棱皮龟也在这儿，3米长，900公斤，食道里满是尖刺，专磨碎食物。1200米，水滴鱼出场，顶着一张忧伤脸，被评为世界上最丑动物，凝胶状身体像个悲伤的果冻。1500米，深海龙鱼，獠牙尖利，活脱脱毒液的原型。2000米，幽灵鲨，软骨鱼类，靠感知电场捕猎，活化石的称号当之无愧。3000米，小飞像章鱼，耳朵像大象，触手像小伞，可爱的让人想抱抱。3700米，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就在这儿，1912年撞冰山沉没，1517人丧生，至今仍是人类最惨痛的海难之一。詹姆斯·卡梅隆为拍电影33次潜到这儿，硬是把悲剧变成了传奇。4000米，深海带，水温接近冰点，至水母却在这儿发光，蓝绿色的光芒美得像极光。5000米，尖牙鱼，样子吓人却无害，牙齿比例堪称鱼界之最。6000米，超深海带，海绵登场，6亿年前就存在，结构简单却顽强无比。8152米，马里亚纳狮子鱼，鱼类生存的最深处，科学家在这儿拍到生命，打破了深海无生命的魔咒。现在来解答那个大问题，为啥深海鱼不被压扁，人类却不行？简单说，人类身体有肺等含气腔体，深海高压会造成内外压力差，直接压扁我们。而深海鱼身体柔软，充满水基体液，几乎无法压缩，细胞结构适应高压，体内气体少，完美平衡外部压力。所以浅海鱼去不了深海，深海鱼也上不了浅海，各有各的地盘。终于我们到了10660米，巨型阿米巴虫，20厘米长的单细胞生物，原始的像外星来客。11034米，挑战者深渊，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。1958年，苏联科学家发现7000米有生命迹象。1960年，美国探险家唐纳德·沃尔什和瑞士探险家雅克·皮卡德乘迪利斯特号潜艇5小时下到10916米，冒着观察窗破裂的危险，只待20分钟，却看到比目鱼、虾和硅藻泥，震惊世界。2012年，詹姆斯·卡梅隆再探海沟，发现微生物靠化学合成生存，堪称深海光合作用。2019年，维克多·维斯科沃2次下潜，却只找到个塑料袋，人类的污染连着最深处都不放过。这海沟底部已经是地壳最薄处，下面是沉积层，
再往下。抱歉，离地心还远着呢。地球像个鸡蛋，地壳是壳，平均17公里厚，海底薄到6公里。地幔像蛋清，2900公里厚，地核像蛋黄，半径占地球1/3。苏联的科拉超深钻孔挖22年才12262米，离地心差远了。中国蛟龙号潜到7000米，海斗号到10767米，离最深处还差一截。马里亚纳海沟再深，也只是地壳的皮毛，地心那是科幻片的梦。可悲的是，这片人类难以触及的深渊，竟也有塑料污染。污染物通过食物链堆积，威胁海洋生态。地球70%是海洋，96%的水是海水，可我们对海洋的了解不到5%。那些濒危的珍稀动物，那些未知的深海生物，都在呼唤我们保护这片蓝色家园。海洋是地球的命脉，爱护它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别让下一个潜入海沟的探险家看到的还是塑料袋。为了让这趟深海之旅更震撼，我再带你看看那些鲜为人知的深海故事。你知道吗？马里亚纳海沟的发现本身就是个意外。1875年，英国挑战者号科考船在太平洋探查时，无意中测到了这个超深海沟，从此拉开了人类探索深海的序幕。那时候的设备简陋得像个笑话，测深绳长得像绕地球一圈，科学家们却硬是凭着好奇心和毅力，记录下了这地球最深点的存在。想想看，那些穿着老式礼服的科学家站在摇晃的甲板上，拉着绳子丈量深海，那画面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跳绳？再说说深海里的发光派对，你可能觉得深海一片漆黑，啥也看不见，但其实那是个五光十色的世界。很多深海生物，比如治水母、小飞象章鱼，甚至暗康鱼，都自带霓虹灯。这些发光器官，有的用来诱捕猎物，有的用来吓跑敌人，还有的纯粹是为了秀一把。想象一下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海里，突然亮起一串串蓝绿色的光，像极了夏夜里的萤火虫，是不是美得让人心动？科学家说，这种发光叫生物荧光，是深海生物在黑暗中生存的秘密武器。它们没有阳光，只能靠化学反应点亮自己的世界，多浪漫又多顽强。说到顽强，深海里的生命力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你知道吗？马里亚纳海沟里有些细菌，能在接近冰点的水温和1000倍大气压下活得滋润。这些家伙不靠光合作用，而是啃食海底火山喷出的化学物质，硬生生吃石头活下来。这不就是大自然的钢铁侠吗？还有那些巨型阿米巴虫，单细胞却能长到20厘米，活像科幻片里的外星生物。它们在海底慢悠悠地爬，吞噬一切能吃的东西，活了1万年。人类还在穿兽皮的时候，它们就已经是深海的老居民了。可人类呢？我们对海洋的了解真的少得可怜。地球70亿人口，听着挺多，但跟海洋里的生物比，简直是9牛1毛。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0%，水量的96%，可我们对它的了解连5%都不到。那些五彩斑斓的珊瑚礁，那些在深海里游弋的怪鱼，那些可能还藏着的史前巨兽，都是大自然的珍宝。可惜，人类的触手已经伸到了这最深处，不是为了探索，而是污染。2019年，维克多·维斯科沃在挑战者深渊找到的那个塑料袋，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
提醒我们，再深的海底也逃不过人类的垃圾足迹。那些通过食物链堆积的污染物，正在毒害深海的生态系统。想想看，连马里亚纳海沟都变成了垃圾场，我们还能继续心安理得地乱扔塑料吗？说到这儿，我得提一提那些为探索深海付出生命的英雄们。1960年的唐纳德、沃尔什和雅克·皮卡德坐着简陋的迪利斯特号潜艇，冒着随时被压扁的危险，硬是潜到了10916米。他们在海底只待了20分钟，观察窗却裂了缝，那种压力下的恐惧，换谁都得吓得腿软。可他们带回的消息震撼了全世界，深海不是死寂，而是生命的乐园。还有詹姆斯·卡梅隆，这位泰坦尼克号的导演，不光会拍电影，还真敢下海。他33次潜入海沟，驾驶深海挑战者号，记录下那些靠化学合成生存的微生物群。那画面像是另一个星球的风景，震撼得让人说不出话。说到中国的深海探索，我们也有自己的骄傲。蛟龙号载人潜水器2012年下潜到7000米，刷新了亚洲纪录。海斗号无人潜水器更猛，2021年潜到10767米，离挑战者深渊只差一小步。这些国之重器凝聚了无数科学家的心血，也让我们这些普通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探索未知的豪情。你说，这深海的秘密是不是比任何一部科幻大片都更扣人心弦？不过，探索深海的代价也是沉重的，每次下潜都是与死神擦肩。泰坦号的悲剧提醒我们大海的无情。克拉超深钻孔，22年才挖到12262米，却连地壳都没钻透。比心，那还是个遥远的梦。地球像个大鸡蛋，地壳是薄薄的壳，平均17公里厚，海底薄到6公里。地幔像蛋清，2900公里厚，地核像蛋黄，半径占地球1/3。马里亚纳海沟再深，也只是地壳的皮毛，离地心差了108000里。那些以为海沟通地心的人，嘿，脑洞是真的大。最后，我想跟你聊聊我们和海洋的关系。海洋是地球的母亲，孕育了无数生命，滋养了人类文明。可我们对它的回报，却是大片大片的污染和破坏。那些濒危的鲸鲨、棱皮龟，那些在深海里发光的小飞象、章鱼，都是大自然的馈赠。可如果我们不行动，未来的探险家看到的，可能不是生命的奇迹，而是更多的塑料袋。70亿人，每个人都扔一个塑料瓶，海洋就得背上70亿个负担。爱护海洋不是一句口号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少用一次塑料袋，少扔一个垃圾瓶，也许就能让深海的鱼儿多游几年。这趟深海之旅，带你从阳光明媚的浅海，潜到黑暗冰冷的挑战者深渊，是不是既刺激又感慨？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的最后边疆，也是生命的奇迹之地。它告诉我们，未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停止探索，停止珍惜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被哪只深海怪鱼惊到了？点赞转发，我们一起守护这片蓝色星球。